贝莱德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里克里德提出了一个与普遍观点相悖的建议。他说：“我不确定加息真的能降低通胀。实际上，我认为如果降息反而能降低通胀。这是因为根据他的说法，由于基准利率保持在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富裕的美国人从固定收益投资中获得的收入比过去几年都多。他说，中等到高收入的美国人从这些利率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我们正朝着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更多的钱被用于服务消费。由于商品价格已经大幅下降，这使得可支配收入可以用于服务消费。里德以汽车保险和健康保险等服务行业持续的高通胀为例，指出这些领域对利率调整不敏感，并表示人们正在消费老年人中高收入群体，所导致服务业通胀保持高位。他还补充说，一双网球鞋的价格与20年前差不多，但如果你去看一场网球比赛，费用却是以前的2倍。周三，随着报告显示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总体增长放缓，美国国债市场走强，掉期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可能在12月前进行2次每次25个基点的降息压注。但通胀数据同时显示，在住房成本、汽车保险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经济的一些领域，价格增长依然难以控制。尽管如此，在随着4月 CPI 数据的发布，最糟糕的担忧已经缓解。只要能保持物价稳定，扩大劳动力规模，并在增长方面适度放缓，情况就相当不错。交易员的降息压注也与里德在4月的观点不谋而合。里德曾表示，随着未来几个月通胀放缓，美联储今年有望降息2次。官员们越来越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我仍然认为他们可以。如果被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折腾得苦不堪言的债券投资者，估计很快可以从走缓了通胀及美联储寻到一些慰藉。贝莱德已削减了自己的利率敞口，投资更偏重于短久期。一旦看到几份不错的通胀报告和就业放缓的证据，就可以开始拉长久期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都欢迎留言私讯我。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